肖战《藏海传》开播，《藏海传》收视率一直在热榜高位，看来大家都关心肖战的数据。其实肖战的剧，大家应该要有一个认知，就是开播一定是高开，底盘就是其他剧的高光，未来怎么样就看剧本身怎么样。至于《藏海传》，随便一个人都能看出这部剧是要大爆了。开播第一天还不是中午播，晚上开播，这剧就已经直接掀桌级别的爆开了。不愧是国剧大导郑晓龙，开场不到10分钟，风扇台就塌了，紧接着探墓、鬼洗、阴兵连番上线，这种大手笔的设定，谁看了不喊一句狠活？然后是蒯家灭门，主角藏海小时候的智奴亲眼看着全家被杀，父母、妹妹、师兄弟全都死光了，现场一片火海，简直像从炼狱里拍出来的，多少人直接看哭。而且庄鲁隐还把智奴他爸妈的尸体带走了，其他人是一把火全烧了，残酷的没边了。智奴自己则是因为在地下通道逃过一劫，但被浓烟熏晕过去，最后靠一个神秘的黑衣面具人就走才活下来，真的从生死线爬出来的。最戳人的是蒯多临死前站着，含泪看着智奴，用口型说出活下去，那一刻眼泪瞬间涌出来，太狠了。开场第1集就这么给力，这剧根本不需要热身。然后我们就看到被救下的智奴被带去整容了，真的就是改头换面那种，不光是换脸，还有调整骨相和眉眼，用现在话说就是一套高科技古装版的整形术直接安排上，真的离谱精致。关键是帮他整容的也不是一般人，全是一群深藏不露的奇人异事，各个身份不简单，这一看就注定了主角藏海将来不是池中物。然后第2集节奏继续飙，不带喘气的那种。3个师傅轮番上线教他本事，星斗负责专业值拉满，高明温柔慈爱像爹妈，六出则是魅惑诱导，专攻情感防骗术，真的把主角从头到脚、从心到脑都训练了一遍。而且六出这个女师傅真的是开局就放大招，晚上教学不说，还搞得一屋子灯光暧昧。小藏海那时候还没长开，被师傅撩得浑身僵硬，坐得远远的，但月初直接脱外衫，还拿棍子挑他脖子，那一瞬间藏海喉结上下滚动，紧张的快炸了。这段拍的真的太妙了，无声胜有声。肖战演技太绝，明明是个静态镜头，但情绪张力拉满，就这节奏，这质感，这故事，这人设，这演技，不爆才怪。开播首日，肖战《藏海传》全线起飞，数据实打实的把人震撼了。收视率方面，《藏海传》直接拿下酷云实时收视率峰值 2.2， 平均 1.74。要知道，央视8套这几年古装剧黄金档首播的最高纪录也不过如此，而《藏海传》不但达到了，还突破了。就问你怕不怕？再对比一下梦中的那片海，首播最高峰值也才 1.61， 这对比数据直接摆在那里，藏海传什么水平根本一目了然。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藏海传这种偏权谋题材的古装剧，按理说不是央视主流观众的菜，结果还能拿到这种成绩，说明这剧真的是全人群受众通吃，肖战的号召力就是这么离谱。再来看网播成绩，简直就是开门红的教科书。藏海传上线1小时就登上畅销榜周榜第1，热度直接冲破7000，开播才2小时，这速度不是一般的剧能做到的。很多自称大爆的剧，首播都得撑到晚上12点才能上7000，而藏海直接把平台拉崩了，包场的人数太多，平台卡了，这是优酷都没想到的场面。最炸裂的是广告量，肖战真的就是财神爷本爷。首播日4集平均广告数量高达9个，这就是满广，每一集都有9个广告，满屏都是广告商在砸钱押宝。一般剧能有3广就已经算资源好了，藏海传直接把剧开财来，这话演了个实打实。而且这剧不光数据好，剧情真的顶。狗剩冒充蒯多之子的那段设计的太妙了，所有细节都呼应得上，从狗剩承认身份，到蒯多夫妇当场否认，再到他们在狗剩被杀时的痛哭流涕，观众能看出来是假的，但平津侯站在那个立场真的会信，所以这个情节设定非常合理。第2集藏海改头换面后，直接准备回京报仇，这节奏真的快，毫不拖泥带水。权谋复仇线、情感博弈线、成长升级线全线并行，一部剧看出3部的爽感。
今天数据继续炸裂，全网平台热度榜全面登顶，抖音剧集榜热度断层第一，角色榜也是藏海第一，全员都上桌。豆瓣实时输影因热门第一，猫眼剧集热度第一，百度指数逼近28万，优酷站内热度3小时突破8011，刷新平台2023至2025年剧集首播纪录。凌晨10分冲上8700，开播仅仅17小时，优酷站内热度就强势突破9000大关，成为改版以来最快破9000的剧集，实力霸榜，这不爆谁爆？而且全平台讨论量爆棚，微博热搜多个话题上榜，肖战和藏海角色讨论热度持续飙升。因为粉丝宣发太猛，创意太多，剧没开播之前各种混剪、手绘、短视频、情境模仿剧，先把路人全圈住，等到开播之后各种素材一夜爆炸，不但自己玩得飞起，还让平台、媒体和品牌全都跟着嗨起来，真的是活人剧宣天花板。肖战这次演藏海，演技再次突破。数砖头那场戏平静，说出家人死去人数的画面，直接让人起鸡皮疙瘩。和奸诈幕僚对弈时，明明处于劣势，却用最卑微的语气说出最犀利的计谋，那种扮猪吃老虎的感觉，演绎得太绝了。尤其是那一眼一眸的情绪转化，转场时从眼神里溢出的恨意与坚决，真的让人太入戏。你可以不喜欢肖战，但你真的没办法否认，真正的演技就是让观众忘了演员，只记得角色。肖战在《藏海传》里真的做到了。藏海的痛，他演得你心口发闷；藏海的谋，你一眼看不透；藏海的忍，更是一层层压在骨子里的狠，全被他演进细节。最绝的是同期原声，真的很久没听到台词这么自然、这么贴角色的剧了。肖战的声音就是藏海的声音，每一句都像是从角色心里说出来的，不靠配音，不靠吼戏，稳稳的把控力和情绪线拿捏得太准了，不服不行。藏海传那段借皮影戏讲朝政的桥段绝了，你说要是单讲政务，多少人一听就困了吧？但一套皮影戏上来，什么龙啦、凤啦、蛤蟆啦，全是暗喻，立马就有意思了，有没有？明明是在讲朝局风云，却被包装的轻松又生动，寓意拉满，还通俗易懂，谁看了不说一句精彩？还有帝后合葬那段，光讲国事可能不够吸引人，可一扯上李贵太妃，立马八卦值拉满，再加上探墓戏码，悬疑感直接拉满，这种历史加八卦加冒险混搭，谁能不爱？《藏海传》这波操作就是把证据拍出了看点和趣味，真的是会讲故事。总之，从数据、剧情、口碑到粉丝热度，《藏海传》开局就是现象级的存在。优酷平台预约量开播前已经突破977万，又是创造历史。现在几乎可以断定，这剧就是今年的剧王候选之一，打响了2025年古装权谋赛道的最强第一枪。而肖战也再一次证明了自己是那个能把台网联动剧直接推向现象级的顶流演员。肖战《藏海传》首播即爆，全网一片沸腾。这部剧才刚刚开始，后面只会更猛。看过的已经彻底入坑，谁还没看赶紧跟上。藏海来了，属于肖战的新高峰也正式开启。